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夜色渐浓，1990年的台湾在初春的细雨中弥漫着一层薄雾。台北车站前，昏黄的路灯下，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汽油味与泥土的芬芳，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即将到来的不测。人群匆匆，脚步声在空旷的站台上回荡，时而传来低沉而若有似无的耳语，像是有人在夜幕中诉说着难以启齿的秘密。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就在这不经意间，井口真理子，一个来自日本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女大学生，拖着她那略显轻便的行囊，步入了这个陌生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她的脸上挂着青春的朝气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然而那双大眼睛里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也许是对孤身远行的轻微惶恐，也许是预感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危险。在她手中，一叠刚刚寄出的明信片正静静地躺着，每一封信上都写满了她对旅途的期待，对新奇事物的憧憬，但在细看之下，却又隐约透出一种莫名的苍凉。夜幕下的城市，总有一些事未曾说尽，信封上那模糊的邮戳，好似在无声地标记着命运的交汇点，让人觉得每一刻都在悄然改变。走在台北热闹而又略显喧哗的街头，真理子时而停下脚步，望着橱窗中反射出的自己影像，那影子在雨水的冲刷下似乎变得模糊而虚幻。他轻声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开始。但当夜风拂过，路边的广告牌忽闪着不规则的光影时，他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仿佛在提醒他，有些东西早已在黑暗中悄悄潜伏。与此同时，在台北偏僻的巷弄里，一位路过的老人停下脚步，遥望着夜空中稀疏的星光，低声呢喃，今晚注定不平静。他的声音虽轻，却充满了岁月沉淀后的悲悯与警觉，那似乎是对命运某种无声的预言。正当真理子继续前行，他耳边忽然传来远处似有似无的低语，那声音像是风中飘荡的呢喃，又似乎是从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传来的呼唤，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停下脚步，四下张望，街角的霓虹闪烁中，那影子仿佛在悄悄移动。就在这一刻，他内心深处莫名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这座城市，这个夜晚，似乎正隐藏着一个难以抗拒的命运漩涡，等待着将他卷入那无法预料的深渊。真理子低声自语，或许一切都将改变，而那若隐若现的低语却似乎回应了他的疑问，留下无尽的悬念与不安。真理子离开台北后，火车驶向台南，车窗外的风景在夜幕中渐渐模糊成水墨画，唯有他那微微颤抖的手紧握着那封刚寄出的明信片，仿佛想把所有未知的不安紧紧攥在手中。在台南那条古朴而充满异国风情的小巷中，他邂逅了老李。初见时，老李正站在一间陈旧的旅店门口，身穿略显宽大的中式长衫，脸上带着温和而深邃的笑容。你好，一个人旅行吗？老李用带着浓重台语的温柔问候，让真理子心中瞬间涌起一丝依赖感。真理子礼貌地回以微笑，语气中夹杂着对陌生温暖的期待。是的，我想体验一下这里的生活。老李的目光扫过真理子那略显稚嫩却满怀梦想的面容，似乎在无声中评判着他的孤独与渴望。他轻轻点头，说道，这里的每条街，每个角落都有故事来，我带你去尝尝这城市最地道的小吃，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台南情怀。在那昏黄的街灯下，老李一边走一边向他介绍着台南的老字号店铺，历史悠久的庙宇以及那些传说中神秘的角落。真理子被他娓娓道来的故事深深吸引，仿佛一切恐惧都随着他的声音消散，留下的是温情与依靠。然而细腻的夜色总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李的陪伴渐渐转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诱惑。那温柔的笑容背后，偶尔闪过一丝异样的目光。当他轻声细语地讲述那些旧日传说时，话语间似乎潜藏着无法言明的隐秘情绪。他的话题开始绕不开关于命运安排的讨论。你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会引导我们走向预定的终点吗？真理子听着听着，心中不免涌起一丝寒意，但他努力说服自己，
也许这只是老李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是他对这座古城独有的情感投射。他轻声回应，也许吧，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逃脱的宿命。老李微微一笑，语气中带着神秘的低语，有时候你以为遇见的温暖只是前奏，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一番话让真理子心头微微一颤，脑海中闪过刚才那寂寥的低语与街角模糊的影子。老李似乎看穿了他的疑虑，话语中既有关怀，又似乎暗藏着危险的预兆。他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位于小巷深处的传统客栈，说那里不仅环境静谧，而且能让人彻底放松身心，享受真正的台南夜色。在那昏暗的客栈大堂中，柔和的灯光和低沉的背景营造出一种既温馨又略显压抑的气氛。老李为真理子安排了一间简单却干净的房间，并嘱咐他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天明再启程，切勿因贪恋温情而迷失方向。真理子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淅沥的小雨，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惆怅。他不知道，眼前这温柔的诱惑背后，正隐藏着一连串即将撕裂他平静生活的恐怖命运。那句老李的话语，如同一把钥匙，悄然开启了通往黑暗深渊的大门。在这温情与诱惑交织的夜晚，真理子在内心深处第一次感到了一丝不安，仿佛有人在注视着他，默默等待着，将他引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旅程。正如那微弱的夜风中，远处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呢喃声，似乎在预告着未来不可抗拒的悲剧。夜色更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让人难以言喻的压抑与寒意。在台南边缘的昏暗街道上，真理子被一辆缓缓驶来的出租车接走，车内仅有微弱的灯光投射出斑驳的影子，映衬着驾驶座后那张满是疲惫与扭曲笑容的脸，正是刘学强。坐这边吧，小姐。刘学强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急切。真理子依旧保留着那份初来乍到的温柔和信任，她轻轻点了点头，却在心底涌起一阵难言的不安。随着出租车驶离熟悉的市区，夜幕下的道路似乎越来越漫长，周围的景物渐渐模糊成一团黑影，车内沉默得令人窒息，只有发动机的低鸣伴随着时而从外面传来的风声。真理子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包，那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仿佛能抵御即将降临的未知恐怖。你一个人走南闯北，也别忘了保重自己。刘学强突然打破沉默，语气中多了一丝异常的温柔，但那声音背后的含义却让人心头一紧。谢谢。真理子低声回应，声音中带着不确定和犹豫。他抬眼望向车窗外，那无尽的黑暗似乎正吞噬着一切温暖。不知过了多久，当出租车停在一条荒僻的巷口时，刘学强突然说，到站了。他的语气平淡，但眼中却闪过一丝诡秘的光。真理子从后视镜中看见他的目光，突然觉得那目光中夹杂着某种野兽般的渴望。请您送我到前面那家旅店好吗？真理子小心翼翼地问道，他的声音似乎比之前更显颤抖。刘学强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转身下车。车门咔嚓一声关上，留下一世沉默和逐渐逼近的恐惧。走出出租车的那一刻，真理子感到夜风格外刺骨，仿佛在诉说着不祥的预兆。他沿着狭窄的巷道前行，身后传来模糊的脚步声和不知名的低语，仿佛有人在悄悄注视着他。而与此同时，在出租车内，刘学强独自坐回驾驶座，面露狰狞之色。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拒绝了我？声音中充满了痛苦、愤怒和难以抑制的欲望。他拿起车内一只旧皮包，从中取出那把闪着寒光的十字弓，手指在冰冷的金属上轻轻摩挲，仿佛在回味着内心那被扭曲的情感。突然，镜头切换到一个更加黑暗的角落。真理子走进旅店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客栈内只剩下几盏微弱的灯泡发出昏黄光芒。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却没能察觉到走廊尽头一扇半掩的门后，这有一双血红的眼睛在悄然注视。就在那晚，真理子刚躺下准备入睡，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击声。他迷迷糊糊中听到低沉的男声在耳边嘶吼，回来回来。声音撕裂了夜的寂静，也撕裂了他最后一丝安宁。与此同时，刘学强已迫不及待地离开出租车，踏入一栋偏僻的旧仓库。
他走到一处阴暗角落，心跳急促地回忆起真理子拒绝他的情形，心中扭曲的欲望和悔恨交织，使他在瞬间失去理智。突然，他猛然举起十字弓，冷酷地对着虚空射出致命的一箭。那箭矢划破空气，带起一阵尖锐的呼啸声，仿佛命运的哀鸣。紧接着，接连不断的惨叫与寂静混合在一起，像是一场噩梦的序曲。外头，雨滴敲打着旧仓库的铁皮屋顶，发出不规则的回响，而刘学强的内心则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疯狂中。他在那一刻彻底丧失了理智。事后破晓时分，当冷冽的晨光透过破旧窗户洒进仓库时，警方赶到现场，却只见一地零散的血迹和被撕裂的布条。那原本完整的身体，如今只剩下惨不忍睹的碎片，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却是那颗早已不再拥有温度的头颅，仿佛被遗弃在阴冷的角落中，正等待着冤魂的呼唤。这段血腥而残酷的过程，仿佛超越了人性的底线，让整个夜晚都沉浸在恐怖与绝望之中。刘学强在被捕前后，曾在狱中低语：那头永远在我梦中飞旋，瞪着我，仿佛在责问我究竟犯下了怎样的罪。他的低语在狱中久久回荡，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悬疑与心惊。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虽然找回了大量分散的尸体碎片，但那头颅始终杳无音讯，而各式各样诡异的传闻也随之在民间流传开来。有人声称午夜时分能听见真理子凄厉的哭泣，有人甚至看到街角的垃圾堆中闪烁着幽灵般的光影。这一切都让飞头传奇这起案件蒙上了一层无法磨灭的灵异恐怖色彩。在那漆黑的夜晚，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真实与幻觉交织，痛苦与悔恨交响，仿佛预示着未来更为扑朔迷离的走向。而这一切的开始，正是在那出租车里那冰冷扭曲的眼神中悄悄埋下了恶的种子。真理子惨案的血腥现场震撼了整个台湾，而案件调查随之拉开了漫长而充满悬疑的序幕。警方与家属联手，全岛范围内展开搜寻，但面对零散的尸骨和无法拼凑的线索，每一步似乎都在迷雾中前行。深夜的警局内，案情讨论会悄然进行。负责此案的刑警李振宇眉头紧锁，他低沉地对同事们说道：这起案件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杀人案，凶手的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还有那诡异的飞头现象。真理子的头颅至今下落不明，仿佛在提醒我们，这里有更多秘密等待揭开。调查人员反复调阅现场勘查记录、拍摄的监控录像以及真理子遗物的检测报告，每一件细微的证据都被放大审视，仿佛一块块拼图在黑暗中散落，等待被拼凑成真相的全貌。警方在真理子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模糊而忧伤的字句：在这迷失的夜，我等待救赎。这封信在调查中被视为一个重要线索，为整个案件平添了几分神秘与凄美。与此同时，家属的焦虑与失落也使整个调查蒙上了一层沉重的色彩。真理子的母亲井口久子不顾一切，多次亲赴各地查访，她的泪水和不甘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她曾哽咽着对警方说：我的女儿就像那夜空中忽明忽暗的灯火，曾经温暖了我们，现在却永远消失在黑暗中。这种近乎绝望的情感，反过来激发了警方更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案件逐步推进中，调查人员开始注意到一些奇异的细节。夜间，警方在一处废弃仓库附近发现的零碎血迹，这与刘学强供述的细节惊人的吻合。而在真理子遗留物品中，车牌号码03449498也被反复提及，有人私下将其解读为某种神秘数字密码，暗示着凶手行凶时间和地点的某种预定。034难道是3月4日？一位年轻刑警在会议上低声疑问。话音未落，其他人纷纷侧耳倾听，仿佛这些数字本身也在诉说着无法言明的秘密。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暗示。几位夜班民警报告称，在案发地附近的偏僻街区，曾听见低沉的哭泣声和断断续续的日语低语，仿佛真理子的灵魂在呼喊着不甘与悲痛。正当警方忙于整理证据，解读疑云重重的线索时，一名资深法医在翻看尸检报告时，忽然瞥见一处细微的异常，受害者的伤口周围
似乎留有一种不属于人世间的寒冷光泽，仿佛在诉说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作祟。在调查的紧张节奏中，警方与媒体、民间传言交织出一幅悬疑而凄厉的画面，每一个证据，每一句话语，都在推动着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但同时又不断引发新的疑问。凶手究竟是如何做到在如此阴暗的夜晚中行凶后，又让真理子的头颅永远消失？这些未解之谜不仅让调查人员感到压力倍增，也让公众在恐惧与好奇中陷入了无尽的遐想。正当所有人以为真相就此水落石出时，一个惊人的反转悄然逼近，仿佛命运的齿轮正逆转着这场恐怖悲剧的走向。在案件尘埃未定之后，刘学强被押入狱中，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无法逃离那夜幕下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内疚。每当夜深人静，铁窗之外的月光透过狭小的牢房映出冰冷的影子时，他的思绪便如同被无形之手紧紧攫住，无法自拔。在那漆黑的夜晚，刘学强常常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突然，一阵刺骨的寒意袭来，他猛然睁开眼，眼前竟缓缓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正是井口真理子的头颅。在他的幻觉中，真理子的头颅悬浮在空中，眼眸冰冷，似乎透过他的灵魂在无声责问：你知不知道你带来了怎样的罪孽？别看我。刘学强在梦魇中挣扎着低语，声音颤抖，仿佛一切都只是噩梦。可那冷峻的目光却真实得令人窒息。每当他试图闭上眼睛，那惨白的面容便再次浮现，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悔恨。意外的世界同样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几位夜班民警在巡逻时，都曾听见远处传来细微而凄切的哭泣声，伴随着断断续续的日语低语，仿佛某个被遗忘的灵魂在诉说着无尽的哀伤。昨晚我差点以为听到了，真像是一个女声在呼唤。一位年轻警员在汇报时声音低沉，目光迷离，另一名老警官则冷静地补充：这些传闻虽然说不准，但不时出现的诡异光影和低语，总让人觉得这件事远不止一起普通的杀人案。甚至在狱中的走廊里，也曾有狱友低声议论，听说刘学强现在连梦里都看见他的头，那东西像是从地狱飘来的怨灵，不肯放过他。这些话语在沉默的牢房中回荡，仿佛为这场噩梦增添了更多诡秘与现实交织的阴影。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学强的精神状态日益崩溃，夜晚的幻觉不断重现。他开始在狱中对着空荡的墙壁喃喃自语，语气中既有悔恨，也有绝望。我真的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曾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无助地对旁边的狱友低语，泪水顺着满是伤痕的脸颊滑落，狱友只能默默无语地侧耳倾听，仿佛那声音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悲剧在诉说着一个不可挽回的命运。每当他闭上眼睛，真理子那张无情的面容便会在心头重现，冷漠的目光似乎穿透了他所有的伪装，将他内心深处的罪恶暴露无遗。他开始觉得自己仿佛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追逐，连呼吸都变得沉重，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承受着无尽的惩罚。在这种深深的恐惧中，刘学强似乎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而成为了某种诅咒的承载者。他的出租车那034448的车牌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回，每一个数字都仿佛镌刻着命运的预言。而每当夜幕降临，他总能在梦中听到那熟悉的日语女声，仿佛真理子的灵魂正用冰冷的声音呼唤着他。你的罪永远难以洗清。这种不断重复的幻觉和低语使得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接近崩溃的边缘。他开始怀疑，或许自己根本无法逃脱那被自己亲手引发的诅咒。正如那狱中不时传出的异样声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一股似真似幻，让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在四处蔓延。在这无尽的黑暗与恐惧中，刘学强仿佛置身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梦魇之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承受着灵魂的煎熬，而他的心早已破碎成无数冰冷的碎片，无法再拼凑成曾经那个充满野望的人。正当所有人以为这场心理的折磨将就此结束时，一个更大的谜团悄然浮现：真理子的冤魂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重重迷雾中，是凶手精神崩溃的幻觉，
还是另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在作祟？答案仿佛在那每一个不眠之夜，在那每一声低语中悄然呼唤。就在警方和家属以为案件已经陷入无尽迷雾之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在一个阴沉的午后，刑警李振宇在翻阅旧档案时，意外找到了那封被遗忘在真理子随身物品中的明信片。信纸已经泛黄，上面用潦草而真挚的笔迹写着：当夜，我感受到那无尽的孤寂与恐惧。我知道，若命运安排了离别，灵魂便会永远在黑暗中寻找救赎。这段文字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呼唤，让人不由得心中一颤。与此同时，一位不曾露面的法医专家李昌钰也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推论。在真理子的伤口边缘，他检测到一种异常的微光，那并非普通的血迹，而似乎有某种神秘能量在缓缓流转。这种现象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从未见过，仿佛死者的身体在最后一刻试图传达某种超越生死的讯息。案件的调查再度陷入混沌，媒体和民间传闻迅速发酵。就在此时，一位年迈的目击者出现在警局门前，他颤巍巍地说：我记得那晚在客栈门口，有一个穿着和真理子相似的女子，她不是走了，而是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这位老人描述的细节异常清晰，既与之前所有的证词截然不同。他的声音中带着难以言喻的悲悯与恐惧，仿佛亲眼见证了一个灵魂的徘徊。在重重谜团中，警方终于在一处被忽略的偏僻仓库内发现了一块刻有奇异符号的石板，石板上隐约刻着类似归来、救赎的字眼。法医和心理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这或许是受害者生前刻意留下的暗示，也可能是灵异力量的痕迹。正当所有人以为这不过是巧合时，震撼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真理子似乎早已预知自己的凄惨命运，并以某种神秘方式安排了自己的回归。那封明信片不仅是他对未来的预言，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一个介于生与死、现实与超自然之间的禁忌之门。就在此刻，狱中饱受折磨的刘学强也迎来了他心理崩溃的巅峰。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突然在浴室内大声喊道：他回来找我了。他紧握着那把十字弓，眼中布满恐惧和疯狂，仿佛看到了那失而复得的头颅在黑暗中旋转，在他周围盘旋。狱友们纷纷退后，整个浴室一时陷入混乱。有人说，这声音中不仅是罪恶的回响，更像是受害者灵魂对凶手无尽谴责的宣告。随着警方的不断深入调查，整个案件的真相似乎正朝着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向展开。凶手的供词、现场的血迹、那块神秘的石板以及那封预示着宿命的明信片，都在诉说着一个悲剧。真理子的冤魂并未随时间消散，而是以一种超越常理的方式悄然归来，为他的不公遭遇寻求着迟来的救赎。最终，在一次全案公开听证会上，李振宇神情凝重地向公众宣布，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也见证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自然力量。也许这正是命运最为残酷的反讽，当正义看似迟到，冤魂便以另一种方式让我们明白，罪恶终将受到审判。听众席中，井口久子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仿佛在这一刻，他与女儿跨越生死的呼唤终于找到了共鸣。而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人们也开始相信，在这错综复杂的命运交响中，每一份恐惧和绝望都可能孕育出一丝不灭的救赎之光。正当所有人以为这一切已经尘埃落定时，反转的一刻悄然而至。在公开听证会散场后，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走向李振宇，低声说道：你确定真的是冤魂归来吗？或者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了未知的黑暗里？这一句话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子，深深割裂了所有人的内心，让正义与恐惧、真相与幻觉的界限瞬间模糊不清。这反转的结局不仅留下了无尽的悬疑和对未知的敬畏，更在每个聆听者心中激起了对命运、对正义以及对内心深处那份无法抹去恐惧的深深共鸣。